双胞胎一起穿越到1978年，只是昔日的兄弟，此时竟变成了父子，多少让人有些接受不了。我都来了3天了，真就回不去了吗？你有病吧？打我干什么？让你清醒一下，提醒你不是在做梦。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做梦，用不着你来提醒。还有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你爹，对我客气点。别给白婆，要不是你非拉着我喝大酒，咱们至于会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吗？那不是你说备才圆了，我才好心安慰你买酒回家跟你喝的吗？兄弟父子俩沉默了半天，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半晌过后，弟弟宋良嘀咕了一句：“其实穿越回来也挺好的，毕竟咱俩都快奔4的人了，能回到过去重获青春也不错。”不错个锤子，这里连个手机、电脑都没有。你再看看这个家，除了这张木床之外，啥都没有，连上厕所的手指都是从街道办顺回来的。兄弟父子俩大眼瞪小眼，又是一阵沉默的叹息。弟弟宋良突然哎了一声：“要不以后咱俩哥论个的，我管你叫哥，你管我叫爸。”哥找什么呢？爸帮你找呗。我找找家里有没有刀，我先弄死你，然后再自杀。见了爹妈问问他们同不同意你各论各的。行了，不开玩笑了，坚持到明天吧。每个周末我都能自由返回原来的世界2天，到时候我把生活物资都扛过来。对了，你不是喜欢吃炸鸡汉堡吗？到时候我给你带。炸鸡汉堡挺贵的，还是不要破费了吧。没你想的那么贵，上午我买了一套炸鸡汉堡，才花了9块9。真的假的？你在哪儿买的这么便宜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最近我发现了个很方便又划算的平台，既省钱又保口福，像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。我最近都靠闲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对了，你有储物空间，把脱离这个时代的东西都藏起来。行，省下的就是赚到的。你回去之后该不会不回来了吧？你叫声爸爸我就回来。叫啥？爸爸。哎，爸爸在呢。明天弄回来的东西你别用，那的空间你也别用，我再顺便去街道办去告你。告我啥？告我虐畜吗？宋玉小小的身板刚要抱起动手，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，二人对视一眼，宋良起身去开门。街道办王主任皱着眉头走了进来，扫视了屋内环境一圈，又看了看消瘦的宋玉，转头对宋良教训道：“宋同志，你转岗过来都3天了，怎么家里还是这么邋遢？你还是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环境你能将就，孩子可不能将就啊。”宋良苦逼着脸，不知道该说啥，在他的潜意识里就没把宋玉当小孩子看，小时候出啥事都是自己背锅，现在莫名其妙成了对方亲爹，这感觉奇妙又憋屈。小玉，来，王阿姨请你吃糖。宋玉看着对方手中的糖块，一时间不知道以何种情绪回应，王主任却以为宋玉是不好意思。别人家的孩子看到糖都开心的不得了，这孩子，懂事的让人心疼，快拿着吧。宋玉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换上一副灿烂的表情，甜甜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姐姐。”王主任听到这个称呼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伸手摸了摸宋玉的头，随即对着宋良黑了脸：“我知道你这大老爷们不会照顾孩子，但你这生活过得也太糙了，家里连一件像样的物件都没有。”小姐姐，不，王姐，我这没有工作，手里也没钱，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改善环境啊。你的档案已经迁到棉花厂了，明天就可以上班，上午去报到后可以找财务预支1个月的工资跟补助，回来带小玉吃顿好的。好在你的学历是中专毕业，按照政策有干部待遇，福利也不低，够你们爷俩好好过日子了。小玉的学籍档案也调过来了，明天开始就可以到棉纺厂附属小学上课。听到这话，二人对视了一眼，宋良脱口而出：“明天不是双休吗？”面对王主任疑惑的目光，宋玉反应过来，崩溃的一拍脑门：“神特么双休！1978年哪来的双休？双休日是1995年才正式实施的。”此时的宋良也反应过来，轻咳一声，连连点头：“好的，没问题，明天我一定准时报到。”这房子是棉纺厂看在你干部身份，考虑到你还拉着一个孩子，所以给你优先分配。但我提醒你一嘴，邻里之间的关系好好相处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说。你们棉纺厂很多职工都还没分配到房子，虽然你情况特殊，但也容易遭人恨，知不知道？宋良作为社会老油条，当然懂得这其中的弯弯绕绕。王姐，谢谢你的提醒。王主任又絮叨了半天，才被宋良依依不舍地送走。回到房间，第一时间就遭到了宋玉的嘲笑：“你可真牛掰，人家街道办主任来家里也不懂得倒杯水。”我倒个蛋儿，这个家哪里有水杯？连个勺子都没有。我去外面捧一把自来水给人家喝吗？那是你这个当爹的要考虑的事情。明天记得陪我去学校报到。我还想让你陪我去棉纺厂报到呢。不认识路就认识路嘛。真服了，我一个985毕业的高材生，回来还要重新上小学，天天收租喝酒打牌，不也要去当打工人吗？兄弟父子俩在床上躺着发牢骚，一过晚上12点，宋良就噌的一声从床上跳了下来，看着他的身影慢慢透明，宋玉的眼神从不解变成了惊恐，再变成羡慕。他知道宋良这是回到现代了。
要是我也能像宋良一样，每周有2天时间返回现代，定期去看看小丽、小红、小飞、王刚他们，岂不快哉？半夜2点半，宋玉饿得不行，刚要出门找点吃的，房子内的空气突然出现一道波纹，正是宋良刚开始消失的位置。只见宋良拎着2个大袋子从波纹中穿出，还没等宋玉开口说话，宋良又钻了回去。来回数次后，各式各样的袋子摆放在了客厅中。可以呀，你弄了这么多东西回来。楼下老板听说我要这么多东西，就直接送货上门了。要是我去买的话，估计明天都回不来。你把这些玩意都收起来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对了，留1打啤酒跟1条烟，生活用品也留着，还有塑料袋也留一点当垃圾袋用。这年代没有垃圾桶，到时候我直接把垃圾带回去扔，安全一点。半小时后，2人倒腾着把东西分好类，宋玉小手一挥，一大半的物件瞬间消失。宋良露出惊叹的表情。果然，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。双胞胎兄弟意外穿越到80年代成为父子。虽然身为父亲的弟弟每个周6日都能自由往返2个世界倒腾物资，但跨时代的产物他们没办法光明正大的用。想要解决家徒4壁的窘境，只能想其他办法。你特么是没长脑子，还是脑子长了没了？带这东西过来能用吗？怪我喽，我还不是想着你平时喜欢玩游戏，顺手给你带过来了吗？算了，一会你去纺织厂报道的时候，直接找厂长，就说你有门路能弄头猪，让厂里拿钱跟票交换。这年代肉比啥都值钱。那这就手机电脑怎么办？撇了，能怎么办？咱们国家什么时候允许个体户经营的？我不想去上班。你不想上班，我还不想去上学呢。现在的个体户比当工人更累，社会地位也没有工人高。你想当老板，还是等全面放开再说吧。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，还有都要跟一群小屁孩一起上学，心中顿感无比荒废光阴。小宋呀，虽说你学历高，但之前也没有干过销售的活，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。许科长您说。许科长小嘴巴巴地介绍了半天，宋良并不关心工作情况，他只想怎么弄到各种票。好不容易等许科长交代完，他赶紧掏出从供销社买来的香烟递了上去。许科长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兵，你指哪我打哪，以后请您多多关照。放心，你在我手底下干活，有啥事我也不会不管，小事我还是能兜底的。宋良见许科长没有客气地接过香烟揣进兜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。许科长，我3舅的小姨子家的表哥的外甥女的小姨，这不是毕业了吗？手头比较紧，一直租不到合适便宜的房子。您这边有没有门路，给介绍介绍？找房东直接租呀，没有中介费，租房价格便宜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搬家还送专业保洁，省心租有保障。而且现在58同城毕业季起航租房节，部分房源月租金7折起呢，能省不少。房子租好了，还能快速找个好工作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真的吗？那我回头转告他一下。许科长，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拿不定主意，身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看到您了，就想请教一点私事。许科长手下都是一些大老粗，哪听过这种彩虹屁，当即飘飘然道：你说，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老油条为了让事情更顺利的进行，干脆换了个更亲切的称呼。老大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有些关系，能弄来几头猪，他想卖出去，但没有门路，不知道咱们厂收不收猪肉。几头猪？对。他家村里今年高产，村里想私底下卖掉几头大的，把钱拿回去改善一下村里情况。许科长此时心中狂喜，职工们对厂子食堂的伙食早就民怨四起了，抱怨饭菜没油水，干活没力气。要是他能解决肉的问题，改善伙食，到时候厂长都得给自己敬酒，所以也没再多问，直接拍板。厂里都要了，价钱嘛，高出收购价2成。你朋友有多少头？宋良被激动的许科长吓了一跳，试探性的开口：朋友只有1头，猪的话有3头吧？你确定有3头吗？看着许科长瞪大眼睛，宋良也不知道3头是多了还是少了，再次试探性询问：那有4头，到底多少头？听这语气，宋良知道对方的意思了，不敢再往上叫，就4头了。本来我还想留1头给儿子改善一下伙食，还有跟科里的同事打打关系。科里的关系有什么好处的？你在科里最大的关系就是我，以后有这些玩意儿都给我留着，我私底下给你留条猪腿。采购科没能解决的问题，让他一个销售科给解决了。许科长现在爽的不要不要的。这时宋良再次开口：老大，钱给1半就行，剩下的能给成票吗？看着许科长疑惑的眼神，宋良苦着脸解释：是这样的，我还有个儿子，今年7岁，厂子刚分了房给我们，但家里连张椅子都没有，所以……听到这里，许科长当即掏出各种票据。普通的票我这里有，你需要就拿，算科里奖励你的，但电视票、洗衣机票这些没有，后面有的话我会给你留着的，钱你也照样拿，厂里不至于克扣职工的辛苦钱。宋良听了许科长的话，不禁感叹，还是80年代的人淳朴呀，给了钱是真给办事儿。那这样，咱们采购猪肉的钱按正常收购价就好了，多出的那2成，麻烦您帮我留意票据。老大您路子广人缘好，有的话直接给我买下。行，我给你留意着。票的事情算是解决了。到了中午饭点，宋良当即离开厂子，朝小学方向快步走去。倒也不是担心他那个7岁的哥哥，主要是食堂伙食寡淡的不行，好吃的又全在宋玉的空间里。
看到宋良出现在学校门口，宋玉斜着眼开口：“你别告诉我你是专门来接我放学的。”当然不是，我是嫌食堂没有油水，好吃的都在你这里，我不来找你吃啥？你怎么样？重新上小学的感觉如何啊？上课还好，可以补觉，就是老师很烦，隔三差五的就来敲桌子。下课就烦了，身边围满了小孩，叽叽喳喳的吵个不停。看见那个小男生了没？我睡着了，他还能把我揪醒，有2、3次，我都恨不得把他从3楼扔下去。我看他挺腼腆的呀。呵呵，你平时拽得跟258万似的，看到你初恋还不是一样秒变舔狗吗？你过分了哈！我中午不是很想吃东西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口吃的，宋良不会跟自己的哥哥计较这些，更何况他现在还是自己的儿子，哪有当爹的跟儿子计较的呢？二人回到家，美美的吃了一顿自热小火锅。宋良掏出各种票据扔到床上，票搞定了，猪肉答应了4头，等下我回现代联系一下肉联厂，这些都是普通票，自行车、电视机、手表这些有点难弄，不过我给了科长回扣，他会帮忙注意的。那就行，算你小子长脑子了。我银行卡在卧室钱包里，密码是我们的生日。行了，我在那边好歹是个包租公，这点钱不至于用儿子的。你特么！占了便宜的宋良见宋玉要发火，连忙岔开话题。那猪肉怎么给科长？你下午跟你领导约个地方就行了呗，时间尽量晚一点，咱们提前过去踩点马货。我还想着下午能睡个回笼觉呢。睡个嘚儿啊你！现在就回去联系，让肉联厂多送一点肉，别到时候周1到周5忽然有需求。对了，顺便弄2套席梦思回来，这木板床睡得我腰疼。晚上9点，兄弟父子俩气喘吁吁地坐在棉纺厂仓库的角落，旁边码放着4头已经处理好的猪。肉食什么时候能够放开啊？这种事情搞1、2回还行，多了会让人怀疑的。宋玉回忆了一番后开口：“还早的呢，没记错的话，肉票是80年代中后期才取消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这次带回来的肉足够我们吃它半年了。再说了，每个周6日你都能回去，想吃啥带回来不就行了吗？”没过多久，一辆盖着绿布的大车远远驶来。二人看到动静之后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倒是许科长下车后，看到地上那4只厚实玩意儿，心中狂喜。好啊，宋良，你小子真能办事儿。宋良大大咧咧地坐在地上，装作疲惫不堪的样子。老大，我实在没力气了，这4头玩意儿把我们爷俩累得够呛，你让兄弟们自己弄吧，爱咋弄咋弄。许科长看向一旁累得满脸通红的宋宇，下意识揣兜掏烟，反应过来对方是小孩后，当即招呼身后的人：“老邓，你去买点糖果回来。”叔叔，我不要糖果，我想喝可乐啊，不是橘子汽水。老邓，糖果、汽水一起买回来，多买点，麻溜的。说完，许科长转头温和地询问宋宇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我叫小玉。叔叔，你猜猜我姓什么？嘿嘿，我猜你叫宋玉，对不对？叔叔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？许科长哈哈大笑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还乐呵地朝宋良开口：“你这孩子太讨喜了，我真羡慕你呢。明天下午你来我办公室拿钱，上午好好休息一下，我给你放假。”那太好了，谢了老大。宋玉一听，顿时不开心了。叔叔能不能给我也放个假？我上午也不想回学校。双胞胎兄弟意外穿越到80年代成为父子，靠着身为爸爸的弟弟每周有2天能从现代带来物资的能力，兄弟父子2人用4头猪换来了他们在这个时代的第1桶金。老邓，明天下午拿了钱给我一半，我有个同学他爸是木工，我找个时间上他家拜访一下，让他们帮忙打一套家具出来。弟弟宋良疑惑地看过去：“你刚才叫我啥？你别得寸进尺，我这是提前习惯一下，在外人面前我总不能一直叫你全名吧？”哥，你长大了，知道在外人面前要维护为父的面子了，不错不错。你滚说鸡不说八的远远的，有这闲工夫，你还是考虑一下你每个月的销售定量吧。人生地不熟的，你打算销售到哪儿去？宋良摆了摆手，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顾虑。我压根就不打算销售，每个月让他扣就完事了，反正扣完到手还有42块钱。也行，布票过不了几年也要取消了，我记得好像是83年吧，到时候直接办个停薪留职算了。二人此番讨论的内容，要是让外人听到，绝对会吓得不轻。但对于来自21世纪的兄弟父子俩来说，这个娱乐项目匮乏的年代，却处处都是成为人上人的机会。对了，你历史学得好，这年代有啥玩意儿是保值的？买二手车呀，我在瓜子二手车买的宝马才花了6万6，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车况一目了然，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，买二手车瓜子有保障。大哥，这个我知道，不过我问的不是这个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收租收习惯了，不留点后手，心里总是不得劲。你说国债跟黄金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国债利息不高，比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。黄金现在没办法私人买卖，小作坊的纯度不行。现在还不让买黄金吗？1982年才初步放松允许买卖，但只能买些首饰之类的小物件，管控的比较严格。2002年加入 WTO 后才能自由买卖。那房子呢？
房子倒是可以，过2年就能自由买卖了，不过条款比较模糊，可以买，但没有必要。现在房子不值钱，苏州这附近起码要等浦东开发了再买，这还有很多年呢。宋良一听这话，顿时愁得不行，倒不是愁赚不到钱，而是愁他这一身理财的本领无用武之地。那做生意呢？也没那个必要，小打小闹浪费时间，懂真格的话要投入大量资金，累死累活的，赚的钱跑不过通货膨胀的速度。那就没有不用本钱又能赚快钱的方法吗？有呀。宋良眼睛一亮，却听见宋玉继续说道：你回去看看刑法里的案例，这个年代没有摄像头，你还是有机会成为惊天大盗的。胆子大一点，你就成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。我干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你想赚钱，可以等1980年后半年去深圳那边成立经济特区，或者等1990年浦东开发。看着宋良哭着一张脸，宋玉不禁有些好笑。其实宋玉不太愿意让宋良去赚钱，一是不值当，虽然现在赚钱的机会很多，但未来更多，而且比当下更轻松。二是在这个年代，他只剩下宋良这个当爹的弟弟了，他想要的是平安喜乐，随遇而安。中午放学刚到家门口，宋玉就发现自己来了新邻居张小婷。眼前的小女孩正是宋玉的新同桌，父母都是烈士，所以宋玉很疑惑她旁边这个20岁左右的美女是谁。小婷，你认识这位小朋友吗？小姨，这是我的同桌，叫宋玉。说完便兴奋地跑到宋玉面前。上午他刚到班里报道时，上一集被宋玉吐槽过的叫姚琛的钢铁小男孩就一脸兴奋地自我介绍：我爸是咱们厂司机班的班长，我妈在会计处工作，你爸爸妈妈呢？他们是做什么的？当时张小婷眼眶泛红，用极低的声音呢喃道：我没有爸爸妈妈。你为什么会没有爸爸妈妈？你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小姑娘听到这话直接哭了出来，她心中十分委屈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反驳。而这时宋玉却开了口：很多孩子爸爸妈妈都是烈士，他们也一样没有爸爸妈妈，咱们是来学习的，不是来攀比的。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们一点都不关心。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，便让宋玉在张小婷心中变得无比高大。这又黑又丑的小男孩给了她十足的安全感。宋玉小朋友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家。张小婷小姨一愣，当即想起街道办的王主任跟自己说过，自己隔壁住着一位男干部职工，她也同样拉扯着个孩子。宋玉，咱们以后是不是就是邻居了？宋玉笑着点了点头，岂止是邻居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那叫青梅竹马。姐姐，我来帮你吧。按理说她应该叫阿姨的，但她的实际年龄比这个美女还要大10几岁，更何况她这个反骨仔连爹都不叫，这声阿姨她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。不用不用，姐姐自己来就行，你年龄小，别再伤到了。没关系的，姐姐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，要互帮互助的。他们家的家具不多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在宋玉的帮助下全部搬进了屋子。宋玉，谢谢你帮忙，中午在阿姨家吃饭吧。不用了，姐姐，家里留了饭，姐姐下午还要上。话还没说完，刚睡醒的宋良便推门出来，看到眼前的情况，先是一愣，随后疑惑地看向宋玉。宋玉抽了抽嘴角：姐姐，这是我家老登。咱家来邻居了吗？呵呵，你可真聪明。宋玉对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身份很是不爽，不会放过任何嘲讽宋良的机会。因为邻居是位男性，女生有些害羞，硬着头皮打招呼：你好，我叫刘美君，这房子是刚分到的，这是我侄女，叫张小婷，跟你们家宋玉是同桌。张小婷诺诺地开口叫了声叔叔好。宋良呆愣了片刻，脑子里的浆糊也停止了翻涌。你好，我叫宋良，以后有事就吱一声。你刚睡醒吗？呵呵，你可真聪明。宋玉也没想到刚扔出去的回旋镖这么快就正中了自己的眉心，只能没好气地说了一句：真羡慕你呢，周日可以放假，我还得去学校上学。我还羡慕你呢，能比我多活个几十年。刘美君看着眼前这对奇葩父子，此时想笑又觉得不能笑，憋得好辛苦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瓜子更靠谱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自从隔壁搬来了美女邻居之后，兄弟父子俩就像是找到了娘，每天带着各种食材去蹭饭。宋玉深知吃人家的嘴短这个道理，夹起一大块肉放进了张小婷碗里。小婷，我请你吃肉，你给我写作业怎么样？宋良看到后，下意识的也夹起一块肉，想要放到刘美君的碗里。反应过来对方的年龄后，又讪讪的放进自己口中。小玉，老师布置的作业要自己做才对。看着刘美君皱着眉，宋玉赶紧甜甜道：姐姐，老师上课的内容我都会了，我想多留出一些时间学习其他知识。宋干部，宋玉让小婷帮忙写作业，你不管吗？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宋干部啊。以后叫我彦祖。刘美君不明所以，宋良无视了宋玉鄙视的目光，厚颜无耻的解释：这是我爹给我取的名字，别叫干部，我听着别扭。彦祖。宋良立刻露出满足的表情，回头继续问：你刚才跟我说啥？我说宋玉让小婷帮他写作业，你不管吗？你是怕小婷觉得累吗？刘美君没想到宋良会这么问，愣了一下后连忙摇头：当然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作业……那不就得了吗？小婷不觉得累就让她帮忙写呗。
这样既能帮小婷巩固知识，又能加深两个孩子之间的友谊，而且还能让宋玉给小婷带肉，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刘美君有点被绕懵了，有些不自信地问：“这样做合适吗？”你不用管宋玉，我都管不了他，爱干嘛干嘛。可是这样的话，孩子的成绩我都不关心，你怕啥？放心吧，宋玉是天才，小学的知识他早就学会了，与其浪费时间写作业，还不如让他多睡2小时呢。刘美君沉默了，宋良的思想太超前了，实在让他有些难以消化。这时，宋良从兜里掏出烟，准备燃一支，却听见宋玉皱着眉头开口：“抽烟去外面，臭死了，里面还有孩子呢。”宋良嘴上无声骂骂咧咧的起身去了外面。刘美君看了看宋良，又回头看了看宋玉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时的感想。看剧正看得起劲，突然收到停机短信，提醒我该充话费了。我日常都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充话费，能急速到账，只需要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快去看看吧。到了下午上班的点，宋良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许科长一脸的惬意。老大，我来了。来，等你半天了。这是1300块，还有几张工业票，算是奖励你的。你那半条猪腿等下自己去食堂找厨师长要，告诉他你的名字就行。宋良没有客气，拿起钱从中抽出300块放到桌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这就没意思了。意思。许科长心中满意，虽然他很想要这300块，但他更满意宋良对自己的态度。老大，没你的话，那4头猪我也卖不出去，咱俩互利互惠。而且你不拿的话，我怎么拿？你要是不拿，我又怎么能进步呢？许科长被这套话术逗乐了，大大方方的将那300块收了起来。你刚进科室，职位不宜变动。这样吧，我跟厂长反映一下，给你待遇提个半级，我相信厂长也不会有意见的。老大，咱能不能换个奖励呢？你说说我听听。是这样的，我初来乍到，真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，我这个人又比较懒，所以这每个月的销售定量能不能……我懂了。许科长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开口打断：“宋良，你小子这是打算白拿工资，不准备干活呀？”您这话说的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每个月厂里该罚多少罚多少，剩下的就落袋为安，既符合规章制度，又不落人口舌。哦，你要是这样打算的话，完全可以不用跟我说的。我这不是跟老大你提前通气吗？别到时候一看销售定量任务没完成，你心里对我有意见，觉得我工作不积极。许科长看着嬉皮笑脸的宋良，笑骂了一句：“滚犊子吧！”得嘞。从许科长的反应就能看出，宋良的销售任务不用做了，工资也不会扣。熬到下班回家，宋良掏出钱和票扔到床上，1300，我分了300给领导，剩下的都在这里了。宋玉拿走500揣进兜里，下达了接下来的指令：你趁着还有时间回去一趟，买一台游戏机，顺便把我那台平板带过来，还有耳机，这里太特么无聊了。那行，你把那半条猪腿拿到隔壁去，晚上咱们继续蹭饭。记得明天让你同学的家长尽快弄几套家具过来。现在有钱了，抽个时间咱们去买几身衣服，换个造型，这个样子也太丑了。宋良点了点头，随即消失在了房间中。宋玉则是拿着猪腿敲开了隔壁家的房门。姐姐，我爸说晚上继续在你家吃饭，这是咱们带的伙食费。刘美君呆愣着接过猪腿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宋玉转身便跑回了家。自家是2个女孩，邻居是2个男孩，刚搬进来第1天就在一起吃饭。他怕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，可那兄弟父子俩可没想到这一层，只知道有人做饭能吃现成的就比什么都强。兄弟父子俩的小家终于摆上了家具。宋玉放学回家时，宋良正吭哧瘪肚地打扫卫生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年代的人手艺就是好。21世纪流水线上出来的家具跟这比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那可不，我还专门加钱让你同学的爸爸搞的好木头，一套传3代，人走家具在。对了，你就不能逃课回来帮忙搬家具吗？这一上午把我都累成狗了。你这是诽谤，狗可没你累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是小学生，应该以学习为重，这种脏活累活不就是你这个当爹的该干的吗？那你也没叫我一声爹啊。我敢叫，你敢答应吗？不敢。你能怎么地？兄弟父子2人日常拌嘴，都觉得舒坦了之后，才说起正事。你手上还有多少钱？给我点。这套家具加上木材花了200多，明天顺便去买辆自行车，这钱也太不经花了。你不是说100块钱能顶21世纪的1万块吗？怎么这才几天的功夫就没了？购买力也要按商品类型分的，这里老百姓的自行车100多，那边的老百姓自行车能要1万多吗？咱要想办法弄点钱了，我每个月工资就50多块，不经花啊。宋玉虽然不想让他这个当爹的傻弟弟现在就去辛苦赚钱，但稍微改善一下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。为了早点回家剪视频，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买了台宝马，才花了6万6。瓜子每台车都有官方检测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车况一目了然，油车还有2万公里质保。买二手车，瓜子有保障。你周末回去那边批发一些老款的尼龙袜、军大衣、色彩显眼的布料，或者是一些这个年代有的小物件带回来，然后找个代理人去黑市卖，钱55分账，你负责出货，他负责卖。找谁呢？
我怎么能知道？我还是小学生，总不能找我班主任吧？你自己出去转转找找啊！宋良轻咳一声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宋玉便开口打断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说啥的？不就是想利用你能2个世界来回穿越的能力两头赚吗？嘿嘿，知父莫若子，我没有赚钱的头脑，这你是知道的。现在有你这位赚钱大佬在，咱兄弟父子俩一步一个脚印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那边先不急，先花着老本。你舍不得的话，就先用我银行卡里的钱，反正我也回不去，那边的钱都给你了。别扯远了，万一哪天咱就突然回去了也说不定。你先说说为啥不着急？等过2年黄金自由买卖的时候，你在这边买，回去那边一卖，直接上100倍的利润。或者等各类票证取消的时候，你再低价收购这些票据，回去那边卖给一些典当行或者有收藏爱好的人手中。再或者……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宋良打断了他的话，知道赚钱的办法，却还不能去做，这对宋良来说是一种折磨。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那你叫我一声爹。公，你别得寸进尺哈。兄弟父子2人晚上照例在邻居家蹭饭。刘美君得知彦祖一家购置了家具，破天荒地提出想要参观一下。兄弟父子2人自然不会反对，家里的物件除了被褥床单之外，都是这个时代的。刘美君进门之后才发现，邻居家实在是太有钱了。张小婷好奇地摸了摸床，突然就坐了上去。宋玉，你家的床好软呀。另外3人齐齐心惊，刘美君当即上前抱起外甥女，手掌撑在床褥上，心中的第一个想法便是这床怎么这么舒服。她没有问，兄弟父子2人也都松了一口气。正吃饭时，外面忽然出来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宋干是在家吗？”宋良愣了一下，看了看宋玉，起身来到屋外。李哥，你咋来了？此人正是食堂厨师长李石辉，手里提着2个袋子。有事想来找宋老弟商量一下，去房产科问了你家的地址，刚好今天厂里分柚，我顺便就一并带来了。2人寒暄了几句之后，李石辉说明了来意。宋良给厂子里弄来4头猪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，所以他想来看看宋良有没有办法弄来奶粉。生活处的奶粉不仅贵，而且还要票，我手上的资源最多只能买2罐，实在是不够用，所以宋良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用余光扫了宋玉一眼。宋玉悄摸地点了点头。李石辉当即猜到对方有本事能弄到，但在顾虑着什么，连忙开口：“宋老弟，你放心，我可以用钱买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我媳妇儿身体不好，怕孩子吃不好，我手上又没这类票，只能来麻烦你了。我用钱买，你说多少钱1罐？”李哥，钱的事情先不急，能不能弄来还不一定呢。有消息了，我告你。2人又寒暄了几句，李石辉这才满意的离开。回到饭桌前，刘美君很懂事的没有过问，宋良也没有多嘴去解释。倒是宋玉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明天我们期末考试，考完就放寒假了。这么快吗？那你可别考得太高了，我可不想家长会上台分享经验。你想多了，哪来的家长会？你就是想参加也没有机会。没有家长会吗？那你随便考吧。不过我也打算控分的，每科80就行，既不受批评，也不会被关注。父子俩的对话，刘美君听懂了，又没完全听懂，想问又不好意思问。考试几点考完？不知道，不过应该上午就考完了，就语文、数学2科。那我中午去接你们吧。不用，几点考完还不一定呢，你安心上班吧。我闲着无聊，我去接就行。这时，刘美君问出了一直困扰她的问题。彦祖，我其实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每天下班回家都能看到你在销售科，不需要回厂里办公吗？宋良笑了笑，随便敷衍了几句。哪怕他天天在人家家里蹭饭，但自己与许科长达成协议这种事，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倒不是怕刘美君有意见，就怕他哪天不小心说出去，让有心之人听见了就麻烦了。第2天早上，刘美君在上班的路上被一位大妈给拦住。小君呐，上班去啊。是啊，刘婶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你先上班，等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找你。你搬来这么久，我都没去认门。刘美君没有多想，只当是对方热情客套，笑着回应：“刘婶，你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。”听到这回答，刘婶笑得极为高兴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瓜子更靠谱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上我碰见隔壁巷的刘婶了，她说晚上吃完饭要过来坐一下。刘美君显然已经习惯了隔壁这对父子来她家蹭饭，也开始慢慢主动跟宋良闲聊了。刘婶是谁？不认识。他儿子是钢铁厂的钳工，儿媳妇是咱们棉花厂的纺织工。这附近的房子不都是纺织厂的吗？他怎么跟自己儿子住在儿媳妇的家里？刘美君笑了笑，没有议论别人的家事。宋良则是继续吐槽：“好家伙，这男的得有多帅，才能让这女的这么大公无私？我记得钢铁厂的效益比棉纺厂好吧？他们厂不分房子吗？”刘美君回头看了看，确认了四下无人，才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我听说他2个儿子都是钢铁厂的临时工，没有分房的资格，都跟刘婶住在咱们棉花厂的房子里。”好家伙，我只听说过啃老的，没有听说过啃大嫂的。宋良的话总是能在不经意间逗笑刘美君，也让她终于敢问出心中的一些疑问。
彦祖，咱每顿都吃肉，你的肉票哪来的？我没票，肉是朋友弄来的，我只负责出钱。听说是在黑市上买的。你这样算不算投机倒把？不怕被抓吗？有需求就有市场，真会抓，也是抓黑市摆摊的人，抓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做什么？行了，我负责弄肉，你负责吃肉就行。刘美君听到我负责弄肉，你负责吃肉这句话时，脸上莫名有些红晕，好在宋良这个大老粗没有发现。晚上8点不到，两家人正在吃饭，院子外边传来刘婶高亢兴奋的声音：“美君呐，你在不在家呀？”四人同时抬起头，刘美君起身说道：“刘婶来了，我去开门。”打开门，她才发现刘婶身后还跟着一个男的。刘美君先是一愣，随后笑道：“刘婶，你吃过饭了吗？”“吃过了，吃过了，这是给你带的山楂，你尝尝。”“这位是？”“这是我小儿子，叫傅秋民，听说我要过来串门，怕我晚上走夜路不安全，就跟来了，你不介意吧？”“没事，刘婶，你们先进来坐吧。”进了屋，刘婶母子俩看到宋良和宋宇，先是一愣，随后诧异地问：“你们两家一起吃饭的吗？”“两家都带着小孩，孩子又都是同学，偶尔会一起吃饭。”傅秋民看到桌上满满一盘肉，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。宋良礼貌地点头示意，并没有开口说话。刘婶却压低了声音询问：“小君呐，你一个女生怎么能让别的男人随便进家里来呢？这样被人看到了不好。还有，你也特不会过日子了，不时不节的，怎么弄这么些肉？还是两家人一起吃，你这不吃亏了吗？”虽然压低了声音，但屋子就这么大，兄弟父子俩依然听到了，都是嗤笑一声没说话。刘美君在一旁尴尬地解释：“这肉是邻居家带过来的，我就出点米饭面食。”刘婶有些错愕，此时宋良故意开口：“小晴啊，明天就放寒假了，晚上叔叔请你吃顿好的，你想吃什么？”“我想吃鸡腿。”“好，那叔叔明天下午给你买只烧鸡。”张小婷高兴坏了，刘婶母子俩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刘美君到底是心善，岔开话题帮他们解围。“刘婶，你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”“小君呐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有没有考虑过个人问题啊？”此话一出，房子内瞬间安静下来。两家没有蠢人，除了年纪还小、天真无邪的张小婷，所有人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兄弟父子俩毫不客气地对着傅秋民上下打量，尤其是宋良，脸上的鄙夷丝毫不加掩饰。白天刘美君说过刘婶一家的情况，现在看来，她是觉得棉纺厂的女工好骗，大儿子找了个眼瞎的，也想给小儿子找个既年轻又眼瞎的。刘美君想也没想就开口拒绝：“我外甥女还小，不考虑这些问题。”“就是因为孩子小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更应该找个依靠，两个人照顾孩子总比一个人强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刘美君虽然平时柔柔弱弱的，但涉及到自身与外甥女的情况，平时的温顺便通通抛到了脑后。毕竟是女孩子，贸然多个男的在家，我怕小婷不习惯。听到这话，刘婶看向宋良，宋良那是丝毫不惧，嘴角的不屑更浓重了几分。“小君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得抓紧找个人嫁了，等以后年纪大了又拖着个孩子，日子会很难过的。”“我不着急，找不到就不找了。我是想着让小婷读完高中再看情况，如果成绩好就读大学，如果成绩不行就让她读棉纺专业的技校，毕业之后还能进棉纺厂。”“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的，初中毕业就够了，能早点进厂早点领工资嘛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张小婷此时已经委屈的想要哭了，她是想考大学的，因为宋玉说考上大学很厉害的。这是我姐的孩子，我姐跟我姐夫命不好走得急，我的岗位是顶替我姐的，房子也是厂子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分给我的，我要把最好的都留给小婷，我不仅是她小姨，我还是她妈妈，所以刘婶，我一切的初衷都要考虑小婷。刘婶没想到刘美君态度这么坚决，脸上有些挂不住了。“小君，女孩子学习不用太好，你看我们厂里的积极分子干部领导，哪个是高学历的？”宋良当即举起手，笑嘻嘻道：“我这个干部领导就是中专，算不算高学历？”刘婶一愣，她不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竟是纺织厂的领导干部，一时间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宋玉这时眼珠子一转，弟弟开口了，哥哥自然是要打配合的。“爸爸，这位奶奶是打算给姐姐介绍对象吗？”宋良瞬间心领神会：“应该是吧？是把姐姐介绍给这位爷爷吗？”“你这孩子怎么能瞎叫呢？人家是长得着急了点，但你也得叫叔叔。”“那姐姐是不是不住这里，要去对象家里住了？”听到这话，刘婶母子俩脸色一黑。刘美君虽然听了这话脸红，但也任由宋玉继续说下去：“应该是，总不能住对象家里吧？爬人家炕还要住人家房，真有这样的人，我倒是很想见识一下脸皮有多厚。”身为父亲的弟弟怎么也没想到，身为儿子的哥哥会主动叫他爸爸。不过他也明白，宋玉是为了打钱来说媒的刘婶的脸才做出牺牲的，所以并没有得寸进尺。不过这也间接的让宋良与刘美君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。“老妹儿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36块钱。那你想不想补贴点家用？”“你不会是打算让我接私活吧？厂里抓到会辞退我的。”“哪能呢？你是咱们厂的棉纺工，手也巧。
我想让你帮我跟宋玉织几套衣服，我用肉跟你换。那很简单，厂里的针头线脑就几分钱而已，我拿些回家给你们织几件棉衣就行。不过布料的衣服裤子有点难办，家里没有缝纫机，我弄起来有点困难，时间要久一点。外面国营上买一件衣服都要几块钱，你手艺比他们好，不能占你的便宜。而且我们天天来蹭饭，就算我脸皮再厚，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样吧，我们给你交伙食费，另外每天给你1斤肉，其余的柴米油盐你来负责。刘美君默默心算了一下，却是越算越心惊，3块钱一件衣服，她1个月就能完成7、8件，比厂里临时工的工资都要高，更不要说一天1斤肉，1个月就是30斤，比每天生活处卖的都多。这对于这个年代的人来说，简直不可想象。刘美君刚想拒绝，宋良就摆了摆手：“咱们这是公平交易，没有其他人知道，不算是投机倒把。而且我们一人拉扯一个孩子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能帮忙看着宋玉，我比较闲；你上班的时候我也能看着小田，咱们可能要在这院子生活个几10年，彼此之间不用分得太清。”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刘美君听了宋良的话，脸蓦然的就红了，不自觉的点头答应下来。我这周下午要上晚班，晚上要12点才能回来。彦祖，你能不能帮忙照看一下小婷？放心，交给我了。我刚买的自行车你骑吧，晚上走夜路不安全，骑自行车能快一点。刘美君的脸越红了，看得宋良有点不明所以，倒也不是他真傻，只是前一天晚上刘美君面对刘婶的态度，一度让宋良以为对方没有这方面的心思，所以这傻子也没有自恋的往那方面想，也导致了2家合二为一的时间往后拖了些。不过不要紧，现在搞钱最重要。一过晚上12点，到了周六，宋良又能回21世纪了。兄弟父子俩打配合，一个送一个装，折腾到2半夜才算完事。第二天，宋良推开门，正好看见刘美君。老妹儿，我要出去一趟，有事你就喊宋宇。你叫我美君就好。宋良愣神之际，刘美君再次开口：这么早你要去哪里？是要回厂子里吗？没有，我随便逛逛，看看附近哪里有黑市之类的地方。刘美君听到这句话，瞬间头皮发麻，顾不得姿态端庄，连忙上前伸手捂住了宋良的嘴。别胡说八道，你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去黑市？钱不够还是粮食不够？去那种地方是会被抓起来的。宋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跟对方接触，刘美君的手掌略有干燥，但依然绵软，伴随着阵阵香气传来，宋良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，掌心传来触电般的感觉，让刘美君红着脸缩回了手。宋良尴尬地挠了挠头，我就是去看看。要是家里没吃的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家里还有一些粮票。看刘美君的反应，似乎没有太在意自己刚才的不礼貌行为，宋良赶紧掏出数十张10块以及各种票据。你看我有钱，没有揭不开锅，真的就只是去看看而已。你平时出门都揣这么多钱吗？刘美君想要阻止，她也不知道为何这般抵触宋良前去黑市，这远远超出了对邻居的关心。你真要去，也别大白天去，也别揣这么多钱，不安全。刘美君的叮嘱让她心中有些异样，她能感觉到刘美君的关心跟21世纪不吃香菜那种面子话不一样，是发自内心的。那我晚上再去。看着刘美君似乎有些生气的离开，宋良愣在原地，寻思着刘美君是啥时候对自己产生想法的？难道看上自己顿顿有肉吃吗？不应该啊，刘美君不是那样的人，那就是看上自己的长相了，肯定是，毕竟自己是个20多岁的帅小伙。晚上吃过饭，宋良便独自一人朝黑市方向走去。宋宇之前交代过，要找一处安全的仓库，并且得让信得过的人去卖。毕竟这个年代干这种事被抓的话是要唱铁窗泪的。可一直到晚上，刘美君快要下夜班了，她也没找到合适的场所。宋良无奈准备回家时，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。宋干事，这人正是之前刘婶带去刘美君家中的那位，名字他没记住，只记得他姓傅。有事儿吗？我想麻烦宋干事一件事儿。说话间，傅修民从兜里掏出10块钱，低声恳求：能不能麻烦你将这10块钱拿回去给我妈？宋良没有伸手去接，皱着眉询问：什么意思？我从钢铁厂辞职了，我妈知道后气病了，我不想回去，想麻烦宋干事将这钱给她，或者给我哥也行。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？我想早点出来赚钱，钢铁厂的临时工1个月才20多块钱，又没有分房资格，我不想待在大嫂家里，我不想让我哥受气，也不想受我大嫂的冷眼。宋良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，瞬间明白对方这几天在干嘛了。所以你现在开始当倒爷了吗？傅民生沉默不语，算是默认了。他现在这种行为算是倒买倒卖，一旦被举报，自己会被抓起来。亲哥的工作这辈子都没办法转正。他方才叫住宋良，其实就是在赌自己入不了对方的眼，赌对方不会多管闲事。很显然，他赌对了。我明天私下去找你哥一趟，到时候我会把钱给他。宋干事，谢谢你，等我以后赚钱了，一定还你这份人情。人情就免了，你别被抓就行。辞个职，刘婶都能病倒，要是真被抓，刘婶不知道会不会进医院。话虽然难听，但傅秋民能听出来宋良是在关心他，所以并没有生气。你倒卖什么东西呢？
傅秋民没有了刚开始的警惕，掏出一堆小物件。最扎眼的是一条上海牌手表。宋良嚯了一声，随手拿起手表看了看。这手表卖多少钱？我还没想好，我70块钱进的。要工业票吗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，有票便宜一点。宋良沉思片刻，掏出一张工业票，又数出10张10块的，一起放在傅秋民的手中。100块跟一张工业票，这表我买了。傅秋民呼吸有些急促，他原本想着能卖60块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想到竟然还赚了30。谢谢你，宋干事，但这太多了，你帮我。行了，生意归生意，人情归人情，我买东西的都没意见，你一个卖东西的嚷嚷个鸡毛啊！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傅秋民。听兄弟的口音，老家是狗熊岭的吧？行了，以后我就叫你老傅，你叫我老宋，或者叫彦祖也行。好，彦祖哥。别叫哥，你比我年纪大，我听着别扭。那我就叫你彦祖吧。行，老傅，我请教一下，你倒卖的这些东西里，什么玩意最好卖？这个当爹的弟弟一脸得意地从黑市回来，看到张小婷在宋玉的房间，他笑着示意哥哥出来。宋玉知道自己这个傻弟弟不会无缘无故地招呼自己说悄悄话，猜到对方今天出去应该有所收获。说吧，有什么进展？宋良端着一碗陪酒，把遇到傅秋民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想把东西交给傅秋民帮你卖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小打小闹的没意思。特么的，前几集是你说的赚点小钱改善生活的，怎么现在又看不上了？鸡蛋、盐、袜子、布料，这些都是黑市上的硬通货。我就先不说分账的问题，要是他被抓了，把你供出来，你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了解过了。现在有大批的知青返城，很多回来的黑户都在靠倒卖营生。知青办、街道办，甚至劳动局、治安局抓到他们，最多把货扣了，不会关起来的。咱们顶多损失点货，风险我们不用担。听到这话，宋玉有些迷糊。他的印象中，改革开放是12月才正式实施的，这才2月份就已经出现苗头了。如果不担风险的话，倒是能搞一搞。对嘛，我想着明天晚上再找傅秋民聊一下，如果能谈妥的话，到时候你就跟我一起去搬货。话音刚落，他便看到刘美君一脸震惊地盯着自己以及桌面上的啤酒。彦祖，你怎么能让小玉喝酒呢？宋良顿时哑口，阿巴阿巴地想狡辩，一时又没想到理由，于是岔开话题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夜班啊？厂里车间停电了，电工师傅说一时半会修不好，就让我们先下班了。说完，他快步走到宋玉身边，皱着眉询问：小玉，你喝了多少？喝了2碗。你怎么能喝酒呢？你不知道小孩子不能喝这东西吗？爸爸说这是凉茶，喝了身上凉凉的，晚上睡觉不会踢被子。宋良听到这句话，震惊地盯着宋玉，眼里满是陌生。宋玉凭实力坑爹，宋良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。你怎么能让孩子喝酒呢？姐姐，我脑袋有点晕晕的，想先回去睡觉了。刘美君罕见地瞪着宋良，宋良则是一脸的懊恼。宋玉心里别提有多爽了。等宋良安抚好刘美君，回到卧室，看到宋玉正惬意地躺在床上，宋良直接比划出一个国际友好手势。明天去买2身衣服，换个造型吧。你脸皮也是真厚，让刘美君叫你彦祖，我看你叫智胜还差不多。他们的说好的第3集卖了猪就该换造型了，作者那个老刘太懒，一直拖着不给换。二人的对话打破了次元壁，被作者听到。下一秒，俩人摇身一变，不能说有多帅，至少比之前好看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宋良白天去厂子里点卯，晚上去黑市做市场调研。这天，傅秋民却一脸的愁容。怎么了，老傅？进展的不顺利吗？倒也不是，就是我三舅的小姨子家的表哥的外甥女的小姨，这不是毕业了吗？手头比较紧，一直租不到合适便宜的房子。您这边有没有门路？给介绍介绍。找房东直接租呀，没有中介费，租房价格便宜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搬家还送专业保洁，省心租有保障。而且现在58同城毕业季启航租房节，部分房源月租金7折起呢，能省不少。房子租好了，还能快速找个好工作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真的吗？那我回头转告他一下。每次回来都会兴致勃勃地与宋玉分享可行性研究报告，黑市的这条路算是正式踏了出去。到了春节假期前发工资这天，宋良大大咧咧地推开许科长办公室的门。老大，我来给你请安了。光犊子，你说话小心点，现在可不是封建社会。嘿嘿，家里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多了2块香皂，好像是你掉的，我就给你送来了。办公室没有其他人，许科长直接收了起来。你小子有点本事啊！听说你帮老李弄了5罐奶粉，恰巧有路子而已。老大，你要是还没断奶，我也给你弄几罐来。你小子皮紧了是不是？开玩笑，嘿嘿。老大，你要是有啥需求，我这边能办的都给你办。放心，真要有需求，不会跟你客气的。你知不知道咱们厂有不少女职工看上你了？开玩笑的吧？咱棉纺厂就没什么秘密，你这又是打家具又是修缮房子的，他们对你这个平时不指手画脚，既有钱为人又随性谦和的干部印象好极了。我在食堂都不知道被堵了多少次了，10个有8个都在问你的情况。宋良听到这话，嘴上谦虚，脸上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么受欢迎。说说吧，
要真有想法的话，我帮你留意着。虽然你拉扯着个孩子，但好歹也是个干部。算了吧，我是无福消受。听说你跟一车间的刘美君是邻居对吧？宋良立刻知道对方想要说什么。别胡说哈，人家是女生，以后还要嫁人呢。许科长一脸鄙夷地看了宋良一眼，宋良嘻嘻哈哈地抬脚往出走。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刷刷存在感，送点小礼物而已。来到会计处，却发现这里已经排上了长队，前面有3道熟悉的身影，竟是刘美君带着宋玉和张小婷。紧接着八卦的声音传进他耳朵里：美君呐，宋干事的孩子怎么跟着你来了呢？燕，宋干事他今天忙，我想着顺便带着他家娃过来，一并将东西给领了，免得他再多跑一趟。这借口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，身边的人也都露出别样的笑。我刚刚还看到宋干事经过呢。咦，宋干事就在后面排队呢。宋干事，上这边来，你儿子给你排队了。宋良双手合十表示歉意，径直走上前拍了拍宋玉的脑袋。你咋跟过来了呢？刘美君立刻双手护住宋玉的头，眼神斥责对方不能这样对待孩子。宋干事，你们两家关系不错嘛，自己儿子不带，反倒是让美君照顾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哪懂得照顾孩子，人家美君心善，平时经常帮我看着这匹猴。刘美君没有反驳，只是红着的脸更红了。你们两家也是有缘分，身边都没个伴，又都带着孩子。宋干事，我怎么觉得你儿子亲近美君比你更多呀？爸爸平时在家都不做饭，每次都让我去美君姐姐家蹭饭。显然，宋玉这个当儿子的哥哥一有机会就想看自己那个当爹的弟弟出丑，身边的职工哈哈大笑。这孩子称呼都劈叉了，怎么能叫姐姐呢？你应该叫阿姨。美君姐姐长得年轻漂亮，不能叫阿姨。宋良与刘美君对视一眼，都有些尴尬。那你说说，你是喜欢爸爸多一点，还是喜欢美君姐姐多一点？当然是美君姐姐。一直乖巧没有说话的张小婷，此时忽然持反对意见。宋玉，你这样说不对，要回答两边都喜欢。经常当小孩的都知道，这个回答对应的标准问题，通常是喜欢爸爸多一点，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。所以当张小婷说出这个答案后，刘美君赶紧尴尬地捂住了她的嘴。宋良在一旁找补：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哈。要我说呢，今年春节贴对联，你们两家干脆就买一副行了。之前看到美君骑自行车来厂子里，我还纳闷美君啥时候买了自行车，结果后来才发现那车是宋干事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宋干事刚搬过来就打了48条腿，家里又买了自行车，再有2样就凑足了3享1赚了。那以后宋干事要是找对象，家里啥都不用贴了。职工们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刘美君已经红着脸不敢说话了。就算是宋良这样没脸没皮的人，在这群生猛的牲口面前，也只能敢怒不敢言。排了小半个小时的队，终于轮到宋良与刘美君负责审核的吴奇开了口：你们两家分的房子在哪来着？有时间我跟老姚带着孩子去你们家坐坐，有些事想私下找你说。虽然从肉身的角度来说，宋玉现在是宋良的儿子，但灵魂层面上，他依旧是宋良的哥哥。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，跟赚钱相比，宋玉更在意的是自己这个傻弟弟的终身大事。小玉，你爸爸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洗脚、睡懒觉、抽烟喝酒烫头。抽烟喝酒我看出来了，睡懒觉我也喜欢，洗脚吗？平时也没看出你爸这么爱干净呀。还有烫头是什么意思？刘美君突然打听宋良的喜好，让宋玉这个身为儿子的哥哥心中一动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爸爸呀？小孩子的身份让宋玉可以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什么，倒也方便不少。刘美君听到这话，脚步一顿，差点跌倒。回过神之后，轻咳一声，脸上有些泛红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知道呀，就是2个人一起过日子，结婚生小孩，过一辈子。刘美君抿嘴，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却不知道宋玉已经有了别的打算。当天晚上，天色彻底变暗，宋良这才悠然回来，对着宋玉一个劲的挤眉弄眼。怎么了？你眼睛里进耳屎了吗？一整天去哪了？你也放心让小玉一个人留在家里。宋良前脚进门，刘美君后脚就跟了过来。宋玉是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。抱歉，以后我出门前会提前跟你说一声的。刘美君的脸又红了，心中暗暗窃喜。宋玉也没想到，在上一集被吃瓜群众们调侃过后，2人之间那层窗户纸就快捅破了。但以目前的进度来看，似乎还欠点火候。明天你想吃什么？我都行。那明天包饺子好不好？宋良傻傻的点了点头。一旁的宋玉见状，连忙说自己困了，识趣的起身要回屋给2人一点空间。只是宋玉前脚刚进里屋，宋良就顶着一脸兴奋的表情跟了进来。你和刘美君这么快就完事了吗？我让她回去休息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今天的货卖疯了。你这个废物！宋玉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宋良。你是跟着去卖货了吗？没有，但我跟着去黑市看了看，就1天时间，傅秋明那家伙卖了足足1/3的货，
扣去咱们预先说好的本金，剩下的55分账，明面上每人24块钱，加上所谓的进货成本，足足赚了278块钱。宋玉听了后露出诧异的目光，1/3的货就卖了这么多，那批货要是全卖出去的话，至少也有750块。要知道，这批货是宋良在21世纪用了不到3000块钱进的，换算一下就是7万多。这么暴利的吗？怎么样，考虑一下，要不要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？宋玉按住心中的贪婪，摇了摇头。先把这批货卖完再说。兄弟父子俩虽然平时喜欢互损，但对于赚钱这件事，宋良是会100%听宋玉的。这天中午，正在做饭的刘美君听到隔壁传来喧闹声，等她来了隔壁才发现屋子里围满了人。宋干事，你了不得呀！刚搬来没多久就买了台电视机，这玩意我听说要500块呢。宋干事，你也太舍得了吧！又是自行车，又是电视机的，宋干事，你这是打算娶媳妇了吗？刘美君这时才看到宋良家里多了一台电视机，脸上全是羡慕的表情。宋玉在一旁却是眉头紧皱，自己这个傻弟弟有点钱就飘了，没跟自己商量就干出这么没屁眼的事，最近估计是没有太平日子了。此时刘美君感受到人群中传来带着敌意的目光，当即转身回了自己家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人心永远是最肮脏的，尤其是这个年代，家家户户每个月只有不到1斤肉的定量，他却能每天都吃到肉，很多人心里是不平衡的，羡慕积攒的多了就会变成恨。眼瞅着到了年30这天，宋良主动请缨帮刘美君贴对联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飘了过来：还柳絮风损，我看是败絮其中还差不多。宋良一时间没听出说话的是谁，转头询问刘美君：刚才是哪个盆腔在说话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其他巷子路过的吧。刘美君强颜欢笑，她听出来是谁了，但她不想惹事，可宋玉却不在乎。徐家媳妇张巧。张巧是2车间的棉纺工，平时就爱占点小便宜。男人在棉纺厂门口搭了个修自行车的棚子，因为家里有3个孩子，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，在所有的街坊里，属他对刘美君的敌意最大。宋良不在家时，张巧可没少上门欺负刘美君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这几天我找个时间去许科长家拜个年。刘美君没看懂宋良眯着眼的表情，也没听懂他这话的意思，只当对方是准备拜会领导，所以没有放在心上。晚上的年夜饭，两家在宋良这边过，一是能够看电视，二是这边环境好一点。美君姐姐，谢谢你今天煮了这么多菜来我们家。不客气的。是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帮衬着，我跟宋玉今天晚上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。要不是美君姐姐，爸爸肯定只会煮2碗面条，将就一下。那以后你爸爸不煮饭，你就来找美君姐姐，姐姐给你弄吃的。今年是咱们搬来新家的第1个年，祝咱们两家新年快乐，万事顺遂。宋良端起酒杯说出贺词，似乎有些得意忘形，顺嘴又补充了一句：也祝新的一年咱们两家关系更进一步。这话一出，气氛诡异的安静下来。宋玉看着面前2位大人，无奈的摇头叹气。两家人平日里就一起吃饭，宋良又把自行车给刘美君骑，现在又坐在一起吃年夜饭，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奔着一家人去的。可事情做起来轻松自然，一旦放在明面上来说，又别扭的不行。这层窗户纸怎么就这么难捅破吗？那个，今天张巧的话你别放心上，我会给你讨回公道的。还是算了吧，都是邻里邻居的，闹得太僵了不好看。你不好意思为难别人，那他们为什么好意思为难你？刘美君欲言又止，宋良干脆转头询问宋玉：小子，之前你不是在书上看到一句话，叫卑鄙者墓志铭什么的吗？怎么说来着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你看，这么小的孩子都懂得道理。那你别动手，会吃亏的。放心吧，上兵伐谋，只有弱者才会选择这种最笨的办法。张巧她老公不是在我们棉纺厂门口搭棚吗？我让他搭不成就行。刘美君有些错愕，连忙询问：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对付他们，咱有的是手段。哼。小鸡下鹅蛋，你搁我面前装什么大皮燕子呢？刘美君这是第一次听见宋玉说脏话，心中一惊，连忙来到院中，却看到几名陌生小孩站在院子里，对着宋玉龇牙咧嘴。张小婷躲在宋玉身后，害怕的不敢说话。小玉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几个说要来我家看电视，我不认识他们。你们是谁家的小孩？为什么要来看电视？我们是来给爷爷奶奶拜年的，家里坐不下，爷爷奶奶让我们过来你们家，说你们家有电视可以看。听到这么不要某个器官的话从对面小孩口中说出，刘美君终于明白一向好脾气的宋玉为什么会爆粗口了。我家电视坏了，看不了。我爷爷奶奶让我来看的，他们说能看，我就要看电视。你爷爷奶奶是谁？隔壁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家。年龄最大的那个孩子朝着隔壁指了指，一脸的骄傲。我去找你爷爷奶奶，你们等着。见刘美君这个大人走了，3个小孩更加4、5个鸡蛋了。趁着宋玉不注意，一把将他推倒，就要往里屋闯。宋玉不想跟小孩计较，起身想要拦住他们。刚才推他的小孩再次伸手要推他，结果宋玉一个侧身躲开，顺手一巴掌呼在那熊孩子脸上。
你敢打我，我要揍死你！另外2个小男孩也回过神上前帮忙。等刘美君带着一对夫妇回到院子，拉开他们，那3个小孩个个都是鼻青脸肿，反倒是瘦弱的宋玉只是衣角微脏。你干嘛打我们家孩子？一听这话，宋玉就知道这2口子也不是讲道理的人。对于不讲理的人，宋玉有的是办法对付。美君姐姐，你能不能回棉纺厂叫保卫科的人来？他们3个进我们家偷东西。宋玉这句话不仅让刘美君听愣了，这对夫妇也愣了。他们偷什么东西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看到他们将东西揣兜里了。刘美君转头看去，对方家长正在翻小孩的兜，下一秒果真在里面掏出一张10块钱，夫妻俩懵了。那熊孩子也是一脸茫然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口袋里为什么能掏出钱。刘美君当即扯着嗓子开始嚷嚷：来人呐，我们家遭贼了！过年期间，街坊邻居都在家中，这一嗓子直接喊来一群人。这个年代，所有人都恨小偷，本来家里就没钱，被小偷光顾一次，起码要挨饿2个月。所以百姓们抓到小偷都会当场打到生活不能自理，治安局的人也不会多说什么。怎么回事？美君，你家里遭贼了吗？被偷了什么东西？报警了吗？街坊们七嘴八舌的询问，让这对夫妻脸色发白。3个小孩此刻也开始发抖。不是，我们孩子不是小偷，这10块钱是我们给孩子的压岁钱。对，我们是胡老爷子家的，我们是来拜年的。看着眼前这对陌生的男女以及3个孩子，街坊们一个个眼神里都透露着不善。一提到胡老爷子，人群中就传来嘲笑声。你糊弄鬼呢，胡老二！就你们家这点家底，能给孩子10块钱的红包？就是你们家工资加起来都没有60块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家3个小崽子当起强盗了，来人家家里又冲又闯的，这就是你们老胡家的家教吗？就在这时，一对老人也闻声赶来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们老胡家出息了，孙子都敢去别人家偷东西了。老胡你可以呀，平时吃饭都捡菜叶子吃，家里孙子红包却有10块钱，感情一直是在装穷呀。以后别来我们家打秋风了，让你孙子给你买吃的吧。众人七嘴八舌的话，让2位老人脸色一阵发白。胡说八道！我家孙子怎么可能是小偷？对，肯定是宋玉污蔑我家孙子。3个孩子就是想来看看电视而已，不给看就不给看呗，咋还污蔑人呢？这一家人胡搅蛮缠，没一个讲理的，让刘美君也没了以往的和气。你们家孩子看见没大人就往里闯，这是在污蔑吗？你有什么话，等保卫科的人来了再说。什么事？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宋良这时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刚从21世纪的梦巴里找真真潇洒了一圈回来，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众人七嘴八舌，添油加醋的将事情的经过按照他们的意愿讲了一遍。宋良越听脸越黑，宋玉这个当儿子的哥哥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他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被欺负？我真他妈是给你脸了是吧？平时我嘻嘻哈哈的，你真当我没脾气吗？老子买台电视机回来是自己看的，真以为是给你们买的吗？老子不欢迎你来骚扰，你特么还硬闯是吧？宋良捏起拳头就要上去跟他们讲道理。刘美君看到这情况，连忙上前劝阻：别冲动，已经有人去叫保卫科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，保卫科处理完了之后，老子还要去街道办说明情况，完事儿还要去厂子里好好宣扬一下你们家出了个小偷，妈了个巴子！宋干事都是误会，这还是个孩子呢。老头是知道宋良身份的，知道对方跟厂领导能说得上话，此时低头求饶，可他儿子却一脸不服。这真是我们给孩子的压岁钱。我压你妈的岁钱！我去你家把东西都洗劫了，完事儿说这是我儿子孝敬我的，你能行吗？还特么压岁钱，你把兜翻出来，看看加起来够不够10块钱？就在这时，2位热心邻居一脸兴奋地带来3名保卫科的大汉，还不用发问，街坊们就把刚才的事情又添了一把98号汽油，重新说了一遍。为什么让你们家孩子来人家家里？带头的正好是保卫科科长钟才，好巧不巧的跟宋良关系不错，所以开口语气就不好。我儿子跟儿媳妇带着孙子来家里拜年，我看家里坐不下，孩子又坐不住，想着宋干事家里有电视，就让3个孩子来他家看看电视。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我家电视是给你买的吗？你说看就给看，我要看你媳妇的裙底，你给不给看？周围人都哈哈大笑，谁也没想到一向嘻嘻哈哈的宋干事骂起人来这么损，同时也都听出宋良这是隐晦的告诉众人，以后你们谁也别没事就来我家看电视，给不给看完全看老子心情。还有说你们家孩子偷人家钱是怎么回事？孩子父母依然用压岁钱的说辞解释，现在这情况他们也只能一口咬定这个说法，虽然没人信，但也拿不出相关的证据。这时宋玉带着哭腔开了口：那钱是我爸爸给我的压岁钱，我还在上面写了个玉字做记号。孩子的父亲连忙拿起那10块钱检查，但是这个动作就已经出卖了他。钟才直接上前夺过这张10块钱，确实看到上面有个玉字。行了，证据确凿，你是想报警让公安处理，还是我们棉纺厂自己处理？我们自己处理就好，都是厂里的职工，没必要闹到公安那里去。宋干事，你们的意思呢？强闯民宅还偷钱，最重要的是还打我儿子，他们要是能说服我，这事就有的谈。
否则就不是私下处理这么简单了。宋干事，您行行好，这还是孩子，要真抓起来，前途就废了。对，孩子还小不懂事，我们愿意赔偿，赔医药费。宋良双手抱胸，冷眼看着对方没有说话。我们赔你20块。这话一出口，周围的人都笑尿了。人家宋干事一个月工资比你们俩加起来都多，差你这20块钱呢。不争馒头争口气，打了人家儿子还不舍得出钱，还压岁钱呢。就应该报警抓起来，小偷罪该死。30块可以了吧？钟才看向宋良，后者淡淡开口：报警吧，叫街道办，这家人我要让他们在厂子里出名。别，50，我给50。听到对方的出价，有些街坊开始忍不住嘀咕：咋就不来我家偷东西呢？要知道能赔这么多，我刚才就不锁门了。老胡，我把钱就放桌子上，让你家孙子也来偷一趟呗。